西游记》中最出彩的一个人物就是孙悟空了。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不多见的妖、人、神、佛于一体的角色，他有多受欢迎呢？历经数百年，依然是人气最高的虚拟人物，就可见一斑。孙悟空有着诸多本领，如72般变化，可以变成任何一种东西；火眼金睛，可以看穿任何一个妖怪的原型；筋斗云，一个筋斗10万8千里。可要说孙悟空最厉害的一环，可能就是金箍棒了。有金箍棒的猴子和没有金箍棒的猴子完全是两个人。不过孙悟空并非金箍棒的第一个主人，在金箍棒的历任主人中，孙悟空是最弱的一个。悟空得定海神针，其实金箍棒从问世开始到被孙悟空得到，一共经历了3个主人，孙悟空就是第3位。前2位主人无论是3界中的地位还是个人能力都要大于孙悟空。有人看到这里可能要持反对意见，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，孙悟空可是闹得天翻地覆的齐天大圣啊，金箍棒不是他的专属武器吗？这都是影视剧的删节导致的。原著小说对金箍棒的来源做了详细的描写。再说孙悟空的法力，他是菩提祖师的弟子，学到了菩提祖师一部分的本领。可是这3界中跟菩提祖师差不多级别的人有多少呢？所以从这一点来看，悟空的法力实际上在3界中并不突出。花果山是孙悟空诞生的地方，这个地方一直是天地之间灵气聚集之地。在花果山内部，鸟兽虫鱼和谐而生，花草树木相伴盛开，俨然世外桃源。也就是在这样的灵气之地，一块大石头也逐渐成了精。一日，一股仙风吹来，这块石头中竟然孕育出了一只猴子，因为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，因此取名石猴。孙悟空从神石中出世之后，双眼带着冲破9重天的闪光，一时间都冲到了玉皇大帝的面前。玉帝急忙命人探查情况，得知是仙石孕育神猴，也感叹这是上天有好生之德。石猴出世的消息不胫而走，立马就在花果山传遍了。孙悟空进入水帘洞，一夜之间就成为了群猴的领袖。穿上金鳞装之后，他自称齐天大圣美猴王。可是猴子本性顽劣，孙悟空当上猴子猴孙的领袖之后，便开始不思进取，每日就是带着猴子们玩乐，过着不问世事的悠闲日子。就这么蹉跎了几百年的时光。一日，花果山中的一只老猴子就快走到人生的尽头，他把孙悟空拉到一边，苦口婆心地说：大王，你既然是花果山美猴王，自然要担负起保卫花果山的重任。可是你每天带着猴子们玩耍，没有过硬的本事，将来恐怕是个隐患，不如去犀牛贺州学艺。一语惊醒梦中人，孙悟空对这几百年来淡如水的生活早就不满意了，于是他告别了猴子猴孙，一个人踏上了学艺之路。在菩提祖师座下，孙悟空先是学会了长生不老之法，又接连学会了72般变化以及筋斗云。这一时期耗费了孙悟空20载时光，最后因为和师兄弟卖弄法力，被菩提祖师逐出师门。回到花果山的孙悟空虽然有了一身本事，可是唯独没有趁手的兵器。当他听说东海龙宫有一根如意金箍棒的时候，便只身来到龙宫，最后将龙王的地盘闹了个天翻地覆，也为之后大闹天宫埋下了伏笔。第一任主人如意金箍棒有着13500斤的重量，放眼整个东海龙宫都没有人能拿得动。当孙悟空动身前往龙宫之前，东海龙王就发现插在海底的定海神针发出了耀眼的光辉，不禁感叹，看来他的主人要出现了。果不其然，孙悟空作为不速之客大驾光临，且粗暴地夺去了定海神针。这金箍棒可大可小，小时盈盈不足一握，大时情满天地之间。孙悟空此时能够拿得出来的本领就是72变和筋斗云，再加上一些菩提祖师传授的法术。可是这些法术实乃仙界的寻常法术，就算是一般的神仙也会。所以孙悟空看似法力无边，但真的要说用于打斗的技能真的不足。金箍棒的到来弥补了他的短板，也从这个时候开始，他真正的具备了齐天大圣的能力。可实际上金箍棒在此之前还有过2位主人，他们的法力都比悟空要强得多。
第一位主人，也是创造金箍棒的人，就是太上老君。太上老君的威名自不用说，作为三清之一，他是众圣之祖，真神之宗，可以说是神仙中的神仙。之后他对付孙悟空的过程，也可以看出太上老君绝非等闲之辈，齐天大圣在他面前真的不过是个小猴子而已。《西游记》中记载，棒是九转冰铁炼，老君亲手炉中锻。这句话就是说，金箍棒本来是九转冰铁炼成的，谁炼的呢？太上老君亲自在他的炼丹炉中炼成的。所以金箍棒的第一任主人正是太上老君。金箍棒具备灵性，也就是独立的意识，并且可大可小的能力，也是沾染了老君的法力，所以一出世，金箍棒就成为了仙界神器。太上老君拿金箍棒没有什么用处，之后便借给了一个人，这个人也成为了金箍棒的第二任主人。他是谁呢？大禹。第二位主人，对，没错，这位大禹就是大禹治水的大禹，当属大禹奉舜的命令治水。他带领人们运用疏导的方式治好了水患，让人民群众过上了安定团结的生活，最后也继承了舜的位置，成为了华夏祖先之一。可是在《西游记》中，大禹治水成功主要是依靠了金箍棒。禹王求得好神针，四海八河为定堰，就是说大禹亲自从太上老君那里借了金箍棒，随后用于治水。大禹将金箍棒变大，随后将其放入四海八荒的水中，因为金箍棒的作用，才让波涛汹涌的洪水停了下来，并且得名定海神针。之后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，金箍棒一直在海底履行着自己的职责，一直到孙悟空到来，将其拔出作为自己的武器，才结束了自己数千年的治水命运。可以看出，无论是仙界鼻祖太上老君，还是华夏之祖大禹，他们无论是法力还是境界，都比悟空这泼猴高了不知道多少层次，所以说他是金箍棒最弱的主人。